今天上午10点，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就系统落实一揽子增量政策，扎实推动经济向上、结构向优、发展态势持续向好，介绍有关情况。来看深圳卫视驻京记者发回的现场报道。 那我现在呢是在国新办发布会的现场，首个关于系统落实一揽子增量政策的新闻发布会。那现场的座位呢是比往常增加了近1倍，不仅呢国内媒体高度关注，那我注意到也吸引了众多外媒，比如说像彭博社和路透社等记者的参与。看来大家都不想错过对中国经济走向的深入解读的这次机会。那此次出台的增量政策组合拳，尤其是围绕推动高质量发展、增强内需和巩固市场信心的举措，不仅是对当前经济运行难点的有力回应，也成为全球资本持续关注的焦点。 那随着中国政府不断出台利好政策，市场普遍看好中国经济的韧性与发展潜力。国家发改委主任郑山杰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新质生产力加快形成，民生保障不断加力，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取得新的积极进展，高质量发展深入推进，社会大局保持稳定。面对的更加错综复杂的内外环境。 我国经济运行呢，应该说是总体平稳、稳中有进的，新质生产力也在加快形成，民生保障不断在加力，防范化解重点领域的风险呢，也不断的取得新的进展，高质量发展深入推进，社会大局呢保持稳定。 郑山杰表示，加力推出一揽子增量政策，是应对当前经济运行中的新情况、新问题，将推动我国经济持续回升向好。针对当前经济运行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党中央、国务院科学决策，果断出手，在有效落实存量政策的同时呢，围绕加大宏观政策逆周期的调节，扩大国内有效需求。 加大助企帮扶力度，推动房地产市场止跌回稳，提振资本市场等5个方面，加力推出了一揽子的增量政策，推动经济持续回升向好。郑山杰透露，下一步将打出一套组合拳，打通政策落实中的堵点卡点，力争年内见到更多实效。 郑山杰表示，目前7000亿元的中央预算内投资已经全部下达，用于2重建设。用于2重建设和两新工作的1万亿超长期特别国债已经全部下达到项目和地方。目前正在加快推进项目的建设和资金的拨付进度。明年呢，我们要继续发行超长期的特别国债，并优化投向。 加力支持2重建设，我们将在年内提前下达明年1000亿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和1000亿的2重建设项目清单，支持地方加快开展前期工作，先行开工实施。 在回答深圳卫视记者提问时，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赵晨新表示，将有力有效地加强高质量发展用能保障。 那我们知道，能源呢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对企业发展呢也非常重要。所以我特别想请问一下，一揽子增量政策对于加强重大项目用能保障有没有什么具体安排？谢谢。我们委将持续地抓好相关政策的贯彻执行，以更高水平、更高质量做好节能工作为抓手，有力有效地加强高质量发展用能保障，为经济平稳、健康。 可持续发展提供的强有力的用能的支撑。10月8号是印度空军日，印度空军参谋长在空军日到来之前发表讲话称，由于中国在技术、国防生产基础设施方面超过印度，因此印度空军应遵守时间表，追赶中国。相关表态揭露出印度空军哪些关键信息？印度空军近期又有何部署呢？ 印度空军参谋长阿马尔普瑞特辛格当地时间4号在空军日记者会上宣称，印度在军事技术上落后于中国，在国防生产上远远落后于中国。辛格还喊话，负责生产国产光辉战斗机的印度斯坦航空有限公司加快交付速度，并要求私营企业在国防生产中发挥更大作用。分析指，相关表态显示印度空军对光辉战机产能严重不满。
印度空军原计划拥有42个战斗机中队，但目前实际只有30个战斗机中队，每个中队拥有大概20架战斗机。未来几年，印度空军的米格21野牛战斗机和美洲虎攻击机也将到退役年限，这意味着印度斯坦航空公司必须每年交付至少24架光辉战斗机，才能维持印度空军的战机总数不下降。但该公司目前年产量仅为16架，由班加罗尔的2条生产线制造，而计划于纳西克新建的第3条生产线尚未实现量产，预计年产量为8架。受限于印度的国防工业水平，产能低而单价高始终是困扰印度国产战机的2大难题。由于研发时间太长，首批光辉战机存在交付及过时的问题，因此印度空军又提出了升级计划，并下订单购买180架改进款光辉 Mk1A 战斗机，为其安装印度国产有源相控阵雷达。此外还有40处改进。按照合同，首批战机要在今年3月交付，但今年春季才刚刚实现首飞，交付再次跳票。延期交付也增加了不必要的成本。据悉，印度斯坦航空公司造一架光辉 Mk1A 型需要共25万个工时，而同期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制造一架 F-35A 隐形战斗机只需要4.1万个工时。但印度空军急需光辉战机，因为在它之前，印度空军堪称万国造。主要装备包含法国幻影2000、阵风、俄罗斯米格29、米格21、苏30 MK 等机型。其中在中轻型战斗机领域担当主力的幻影2000由法国达索公司开发生产，目前已经基本停产。这意味着印度空军拥有的45架幻影2000备件短缺，随时面临断供风险。印度政府一直希望光辉能够尽快替代幻影2000，尽早调大量。整体来说，这个印度空军虽然说基数非常的多，但是它的这个战机的种类非常的复杂。印度现在大概所有的战机绝大多数都是这个进口的。虽然说他们也自己开发了他们最新的这个光荣战机，但它整体的这个机务状况或者它的战斗效能也颇为外界所疑虑。那如果印度空军是这个模型爱好者的话，那他的办公室的确可以摆满各型战机的这个模型在他身后。但其实这严格来讲，并对于空军的发展来说，并不是一个好事。但印度空军实际上对光辉系列战机多有不满，这从其使用上也可以看出来。截至目前，光辉战机更多出现在空中表演及低强度演习中，似乎被保护使用。印度政府也一直宣传其高安全性能。但今年3月，印度空军一架 LCA 光辉战斗机在训练中坠毁，飞行员弹射逃生。该机型首飞23年，首次事故震动印度空军，甚至印度总理莫迪也赶到现场查看。值得一提的是，光辉战机也是印度的莫迪工程。去年11月，莫迪乘坐光辉同型双座教练机进行长达30分钟的体验飞行，为选举打造自己印度首位非战斗机总理的硬汉形象。但实际上，尽管印度空军自称高水平的训练，但事故率一直很高。70多年来，累计坠毁了近2400架飞机，导致超过1300名飞行员丧生。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光辉战机交付不顺，但今年3月，印度内阁安全委员会仍宣布了自主研发第5代战斗机的计划，并批准了总计约合18亿美元的项目资金。按照印度斯坦航空公司的说法，该机拥有超5代机的性能表现，原机型最快将于2026年前完成设计。而该机型的后继改进型号将会是一款标准的6代机，但印度媒体对此持怀疑态度。印度《欧亚时报》直言，当前的印度并不具备制造5代机的能力。印度陆军退役中将卡托什则在媒体发声，严厉批评印度国防部频繁制定不切实际的计划。我们从整个印度的航空工业实力来看，以目前来讲，很诚实的说，第4代战机其实做的都不好，那更遑论还要说自力开发第5代战机。我觉得这个部分印度真的必须要很审慎的去看自己的航空实力以及航空工业能力跟实力。כל עוד האויב מאיים על קיומנו ועל שלום מדינתנו, נוסיף להילחם. כל עוד חטופינו בעזה, נוסיף להילחם. לא נוותר על אף אחד ואחת מהם. אני לא אוותר. כל עוד אזרחינו לא שבו לבתיהם בבטחה, נוסיף להילחם. 以色列国防军从6号开始还举办为期1周的展览，展品包括哈马斯自去年10月7号潜入以色列境内时使用的皮卡、摩托车、拖拉机、制服和情报材料，以及哈马斯的反坦克导弹、火箭弹、爆炸装置和无人机等装备。It helps the IDF prepare for battle better and learn and study our enemies better. What we put here together is a display
of what Hamas used, but this is just a fracture of it. 以色列国防军称，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以方已经缴获7万件敌方装备，其中包括约1250枚反坦克导弹和火箭弹，约4500个爆炸装置等。当地时间7号抵达黎巴嫩，与黎看守政府总理和黎国民议会议长等人举行会谈。萨法迪当天警告说，以色列从加沙地带开始并蔓延至黎巴嫩的升级行动，正在将中东地区推向全面战争的深渊。ما تقوم به إسرائيل كما قلت لن يحقق أمنا ولا سلاما سيدفع باتجاه تصعيد إقليمي سيدفع العالم كله ثمنا. 萨法迪重申，约旦致力于实现停火，并向黎巴嫩提供援助。他还谴责以色列的行为公然违反国际法。萨法迪还表示，约旦不会成为任何人的战场，强调保护其公民是约旦的首要任务。黎巴嫩方面则对约旦的坚定支持表示感谢。革命卫队下属圣城旅指挥官伊斯梅尔卡尼9月底前往黎巴嫩，随后在本月3号，以色列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的空袭中失联。当地时间7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否认了失联传言。圣城旅负责协调事务的副指挥官透露，卡尼健康状况良好，目前正在忙于他的活动。另据报道，在7号举行的声援巴勒斯坦少年儿童的活动上，主持人代替卡尼宣读了致辞，并称卡尼因参加另一个重要会议而未能出席本次活动。刚刚过去的国庆黄金周，经济热力十足，文旅市场火热，消费场景上新，电影票房破21亿元人民币。国际舆论也对中国国庆黄金周进行了大量报道。交通运输部初步统计显示，10月1号至7号，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累计约为20.08亿人次，日均同比增长4.1%。仅7号返程高峰当天，全国铁路客流就超过1986万人次，铁路部门开行旅客列车超过13000列，单日运力投放创历史新高。深圳宝安国际机场也是一片热闹景象，航站楼内人来人往，值机柜台等处繁忙有序。很顺利，觉得深圳我也很喜欢，在那个大运那块看到了无人机表演。我是从天津回来的，人也比较多，所以说我那一趟班机基本上都坐满了。深圳湾口岸毗邻香港国际机场，不少国庆出境游玩的旅客选择从这里返深。在口岸大厅内，不少旅客拖着行李，背着背包，来往于出入境大厅内。挺顺畅的，也不多。整一个国庆假期就是有一个比较放松的一个过程嘛，然后就是说可能就是有更好的心态去迎接接下来的一些工作还有学习。那在10月5号和6号国庆假期叠加香港公休日，出现了一个出境小高峰，单日查验出境人员都超过了14万人次。据深圳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统计，截至7号下午5点，国庆期间深圳湾口岸出入境人员约82万人次，出入境车辆约8万辆次，比去年同期分别增长约29%和26%。口岸出入境通关始终安全顺畅，秩序井然。另据香港特区政府入境事务处数据，预计整个国庆假期将超过120万人次赴港旅游。不少访港内地游客表示不虚此行。这次来香港就很明显的发现，就是很多人在路上都讲普通话，这边内地游客是比较多。风景的话，就是现在在的那个金紫荆广场，还有维多利亚港，然后还有摩天轮。待会我们会去摩天轮，然后还有太平山顶。国庆黄金周期间，香港特区政府及社会各界安排丰富的庆祝活动。7号晚，香港文化艺术界举行国庆酒会。香港特区政府署理文化体育旅游局局长劉震接受了深圳卫視駐港記者的採訪，介紹了過去的這個黃金周。尤其是國慶嗰日係有22萬，我哋預計成個黃金周嗰個旅客嘅數字可以去到120萬嚇。即係比舊年都應該係上升30%。澳門旅遊市場也持續火熱並創下紀錄。據悉，國慶前5天，澳門入境旅客超過79萬人次，2號及3號更連續刷新國慶黃金週單日入境客流量最大值，分別達到16.61萬人次和17.43萬人次。相比之下，澳門人口不到70萬。這個11黃金週出入境遊雙向火爆，境外遊簽證辦理量比去年同期增長70%，入境遊訂單量同比上漲60%。不少旅遊博主發布他們的 vlog， 吸引大量點播。來自瑞典的阿德里亞納和英國威爾士的迪倫發布了中國深度遊計劃，他們將在中國度過好幾週的時間。We're off on a new incredible adventure, and this time we're heading to a country that's been on our bucket list for years, China. Our journey begins in the historic capital of Beijing. Beijing has so much to offer, from the majestic Great Wall that winds across mountain peaks
to the Forbidden City with its rich imperial history. But this is just the beginning. Over the next few weeks, we'll be hopping on China's high-speed bullet trains, zooming across the country to explore some of its most iconic destinations. We made it to Beijing, China. It's our first time ever in China, and it's very excited. Super exciting, and it was way easier than I anticipated to actually. 外国游客亲子游也不少，还有不少青少年选择来中国研学，感受中国国庆假日氛围。In the books that I've read about China, it's like very traditional like areas, but like when I got to Beijing, it's a mix of both traditional and modern, so it's like a really nice like contrast. 今年电影国庆档也成绩亮眼，首日就狂收近5亿元票房。据国家电影局统计，2024年10月1号至7号，全国电影票房为21.04亿元，观影人次为5209万，国产影片票房占比95.87%。广东省以超2.49亿元的档期票房成绩领跑全国，约占全国票房的11.9%，总观影人次和总放映场次都继续稳居全国第一。广州、深圳以6141万元、6060万元的票房成绩，分列今年国庆档城市票房榜第3及第4名。今年国庆期间上映的10部新片，涵盖科幻、战争、喜剧等多种类型，能够满足观众多样化的观影需求。最终，《志愿军存亡之战》、《浴火之路》、《749局》分列2024年国庆档票房榜前3位。3部影片形成了第一梯队，合计贡献了72.1%的档期票房。多家外媒也持续报道中国国庆黄金周热潮。彭博新闻社关注中国人出境游热度高涨，提到国际航班预订数量增加1倍。新加坡联合早报则指出，中国国内游更加火爆，多地热门景点的门票约满售罄，长线游尤为火爆。该报还注意到中国出现奔现旅游的新趋势，越来越多人开始选择前往县级市和县城旅游，比如浙江安吉、福建平潭等地。印度斯坦时报注意到，黑神话悟空带火了现实取景地的旅游热潮，一些冷门的地方受到关注，显示中国旅游业正在强势反弹。